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好久没有做开箱类视频的分享了。一方面是国内电商渠道的发达，你想要世界各地的护肤品呢，都可以很轻松的找到，所以也不觉得有特别大的分享意义。之前因为在日本生活，所以常常会分享一些本土新出的产品。碍于疫情跟邮寄的速度非常慢，所以很久没有做此类的分享了。正好最近我从日本寄了一堆我今年购买的日系产品，所以今天呢就是一个关于日系产品的开箱分享视频。里面的东西呢其实并不是只有护肤品，然后我就把护肤品的部分单独整理出来，那么现在就依次来介绍一下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之前在小红书上介绍过的这个强多阿强姆，它的卸妆乳10周年版，就是一个回购，正好又出了一个限定套装，在原本120毫升的基础上加赠了这个20毫升的迷你尺寸，拥有天然的配方，而且它是有自家农场并且取得有机认证的这么一个植物品牌。这个牌子呢是我觉得日系在推广品牌里头真正好用且真正本土年轻人会用的时尚品牌。现在越来越多的卸妆品牌也开始标榜不需要复合式洁面，它也是一样的，提出来是乳状，上脸之后就会呈现油状。无论是它的卸妆力还是它上脸的柔和度，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品牌。如果有关注阿鲁宾的会发现，它今年有一个很大的动作，就是它竟然将基础线 Exage 全部砍掉，诞生了一个新的系列叫 Flalune。 其实新系列呢是完全符合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种简约 ins 风。碍于我自身年龄的考量，所以基础系列呢我只是入了这款卸妆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包装，就是这种矮矮胖胖圆圆很可爱的感觉。原本 Exage 这个基础线的卸妆油，其实在百货店渠道呢，就属于一个价位不是很高，但是品质却非常出彩的一个卸妆单品，所以我直接就入了新版的这一款。从成分表上来看，我觉得和原来其实区别不是很大，同样也是含有合成脂、矿物油跟酒精的。但是听到这里不需要担心，因为原本好用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而且鼎鼎大名的植村秀也是走这个路线，用来卸除强力防晒以及重点彩妆，我觉得这瓶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呢是一个回购，来自于 Tuveru 的6%甘氨酰甘氨酸加2%壬二酸诱导体所组成的一款平衡化妆水。这款水的效果我之前有提到，它非常的控油，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它会比较容易搓泥，更加适合油皮在晚上去使用。除了控油之外呢，其实这瓶化妆水是主打细致毛孔的，在官网上的说明有讲到它可以当做纸膜湿敷，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也可以解决就是搓泥的问题，因为湿敷之后你可以洗掉。其实是夏天的时候复购的，直接寄到了我的同学家，但是碍于我不想就为了这一小瓶给寄过来，所以一直拖到现在。秋冬的话其实可以不用考虑这个化妆水，因为它的控油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体现在脸上会有明显的紧绷感，不适合现在当下的季节。这个牌子几乎全线我感兴趣的单品都有买，但是它是日本性价比最高的完全成分派的品牌，所以有很多像 A 醇啊、维 C 啊，你无法一下子都打开。一方面有失活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最近1年不是那么喜欢用特别猛药的东西，所以暂时没有办法给大家做那个全测评。等我全部陆陆续续用完之后，我会专门拍一个视频介绍这个牌子。日本本土的人如果想要追求非常欧美的那种成分派的品牌，又不想感受海淘的痛苦的话，这个品牌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每次买日系的话，我一定是会买不少化妆水的。经常看我视频的人知道我比较喜欢日系的化妆水。接下来这瓶呢，就是资生堂 Vital Glanas 的美白化妆水。之前呢，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这个牌子的粉饼，其实它早期在日本呢就是走中高级路线的。这么重的玻璃瓶还特地买了寄过来，其实也挺折腾的。不过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钻石切割设计的外观，颜值真的非常的高。作为09年发售到现在都完全没有更新过的一个品牌，其实资生堂的很多高新技术都有在这个品牌上体现出来。不仅仅是有美白的功效，这瓶化妆水还囊括了细致毛孔，包括改善毛细血管的异常以及促进胶原新生的各种专利技术都有涉及到，所以它的配方尽管这么多年不更新，依旧是可圈可点。接下来是一个以前相对比较小众，但是现在应该有不少人认识的
一个日本院线品牌诺埃比亚，中文名叫做诺薇雅。流金水呢是他们家很有名的单品，外观其实有一点像花王的精灵水，但是它是玻璃瓶的，所以你握在手上的这个质感的话，要远比你在视频里看到它要精致很多。但整体来说，它的这个设计比不上他们家精华液的几何切割的那种造型，我觉得那些会更加美丽，更加有设计感。价位来说并不便宜，因为它只有145毫升，里面会有很多小珠珠，然后它其实是带有精华油成分的一瓶化妆水。但是据说因为它技术做得很好，上脸不会有任何的油腻感，只有滋润度。为了保险起见呢，我还是打算秋冬的时候打开使用它感受一下。其实这个品牌的母公司在日本大有来头，像我们知道的萨娜豆乳，比如说知名药妆店的彩妆 Excel， 以及我最早视频提到的物理防晒 Nobu， 他们都属于一个集团，还有设计食品、药品以及 OEM 工厂。这意味着整个品牌从研发到生产的体系非常完整。不要说诺埃比亚，其实在日本有相当多的专利。最早知道这个品牌呢，是因为台湾代购买过他们家一款旗舰的精华，当时可能因为年龄小，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包装好看，香味不错，质感舒服，其他就没有太多的印象了。加上这个品牌比较知名的产品几乎都是偏向干性皮肤的，比如非常有名的505。但是其实我是有留意这个品牌的，因为如果你看它的官网，你就会发现它整个产品体系非常发达，并且我是一个很注重瓶子外观的一个人，这个品牌的定价都是比较贵妇级，他们的产品呢几乎是可以和 Pola 资生堂并肩的那种美学工业设计，有非常多颜值高的精华液，所以我有默默的种草。只是因为它没有在百货公司售卖，相对来说你能摸到感受的机会不是很方便。今年其实我有买过他们家的这个散粉，颜值比较高，长这个样子，粉扑呢做的也比较日系可爱。其实这类比较贵妇的蜜粉的话，相对来说都比较适合混干皮，因为它的控油力不行，但是它不会拔干，所以日常对我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容易脱妆的，对油皮而言。但是到了秋冬，就是当下的这个季节，出油量明显减少，这个时候呢，这类粉呢就可以既体现它细致的效果，又不会有拔干的感觉。大罐的蜜粉呢，其实就比较适合放在家里面，所以这个品牌它是有做这种同款的小的蜜粉饼，我这次也有买它的原因呢，一方面我觉得它这个大的散粉粉质确实比较细，所以它做成压实的蜜粉饼应该不会差。其次呢，就是它的包装也很漂亮，非常像伊大饼，是粉色的，和这个同系列的蜜粉的颜色是一样的，只是压实了做成蜜粉饼。我觉得比较适合外出，或者比较适合你比较着急立刻就想铺一个粉出门的，因为散粉其实还是需要比较细致的在那边去处理。之前我在新品视频中有介绍了今年更新的 CPP 美白精华，作为同时拥有美白跟抗老功能，并且坐拥资生堂今年很多专利的高端精华，所以我直接就买了2瓶。回国之后呢，我这个熬夜问题呢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越熬越凶了，可能也和现在的压力有关。而熬夜最直接的问题呢，就是会越来越暗沉，所以呢我就想试一试资生堂的这个新技术。这瓶精华号称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些暗沉问题，所以就买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改善。系今年的新品，我除了常规种草化妆水之外呢，更多的会被资生堂集团所吸引。只有一种传闻呢，就是说资生堂集团其实手握非常多的黑科技，它都会观望其他集团出了什么了不起的新品的时候呢，在很快的时间，它就会对应推出一个更厉害的产品，得源于它技术的成熟。所以在黑科技方面的话，日本首屈一指还是要看资生堂。加上因为疫情的关系加速内卷，所以就会发现资生堂今年出的很多新品都和它以前不太一样，就更加有科技概念感。比如就在10月份刚刚发售的这个百优日夜玻尿酸精华，虽然玻尿酸这个东西已经算是炒冷饭了，但是看了描述之后，我还是立刻心动就下单了。这瓶精华的理念呢，就是使用夜间精华，号称将玻尿酸进行压缩，帮助你渗透到皮肤里头。而到了日间精华的部分呢，就是将你已经吸收的这个玻尿酸进行还原膨胀，这样你的皮肤绩效就有这种弹润透明感。成熟的技术以及本身就是配合有科技感的百优推出这么
么一个新品，我觉得还是很让人心动的。非常统一的是呢，这次买的2个精华呢都是美白的。下面这个呢就是 Pola 的炫白精华。Pola 的美白精华不仅仅是在日本，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知名的美白精华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如果你是亚洲人想要的那种通透的白，还是得看日本的护肤品。每年 Pola 的这个美白精华呢，它都会推出这样的限定套装，75毫升的替换装，长这个样子。它是没有按压头的，所以你需要额外再去买一个这样的按压头。当然，如果你手上原本就一直在用 Pola 这个精华，那你是不需要再去买一个这样的东西的。其实我也觉得小家子气，既然这个精华这么受欢迎，为什么就不能配一个按压头在里面呢？就非要去做成感觉假借环保之名，这一点其实 Pola 呢是有一点抠门的。早期 Pola 出一些限定套装，就是比如说1瓶面霜，然后送1组赠品，这组赠品其实都是算钱的，它是会加价在那个套装上。这几年好像好很多，就比如说这种美白赠品，它除了美白精华之后呢，它还会有这些面膜，还会有这是一个淡斑的精华，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送的。早些年它都会算钱，我个人就觉得有一点点小家子气。虽然我很认可 Pola 的这个能力啊，但是日本品牌整体来说，他们的大方程度还是比不上欧美系、韩系以及我们国产品牌的。虽然大家对于 Pola 美白精华一直以来就是觉得效果不错，但是价格很贵，所以我更加会推荐购买它这种75毫升的限定装。一方面呢，美白精华一定要长期大量去使用，所以相对而言75毫升的话真的可以用比较久，而且这些附赠的赠品呢，相对来说都比单买要划算很多。在日本其实很多品牌的更新基本上就只是换包装而已，但是 Pola 的更新基本上都会带来重大的革新。比如原本 Pola 家就非常知名的 Lucinol 这个间苯二酚衍生物的美白成分呢，在更新后它加了维 C 的衍生物、抗坏血酸阿尔葡萄糖苷以及各种植萃，比如说像马玉兰生姜，组合成一个复合美白成分，然后再用纳米微脂囊的技术呢帮助渗透。之前提到资生堂致力于血管方面的研究，来改善肤色的暗沉问题，而 Pola 的这个精华的更新之后呢，其实也是从这个层面的，通过从毛细血管的恶化问题所引起的血液循环不畅，从而引起的这种暗沉问题，这款新精华其实也针对到这个层面。同系列的美白啫喱呢，今年也有更新，我也这次有买。原本的包装设计其实我觉得蛮普通的，但是呢，新版呢就是有回归以前的那种切割设计，加上这个文字和引出来内盖的这个黄色，和更新后的防晒一样，就是走当下年轻人会比较喜欢很精致简约的路线。原本这个啫喱面霜呢就很适合油皮，加上它更新之后呢，成分也是有一些的变化，依旧有用到就是18年厚生劳动省批准的新美白成分泛醇 W， 加上了传明酸和一些植萃，也组成了一个复合美白成分，同样辅佐于微脂囊包裹，帮助渗透。到时候配合美白精华一起使用，在透明感的改善上能不能够更加明显一点？接下来呢，全部都是防晒，挨个来介绍一下。之前在介绍 Anessa 的新品，将紫外线可以转变成美肌光的这款防晒的时候，有提到资生堂同集团的艳阳下也有用这个技术推出一款新的防晒，就是这款粉胖子。相对于 Day Serum 而言，这款粉胖子据说质地更加美好，所以就想要买过来对比感受一下。接下来这个防晒呢，也是来自于资生堂的 Nabijun， 是一个只在皮肤科医院和整形医院专卖的一个品牌，辅佐于医美跟术后的一些保养。包装呢，其实也很像医院在贩卖的产品，有一种专业感，然后也是比较简约的这种塑料袋的包装，就好像医药贩卖的药剂一样。依旧呢，也是在做医美的时候用过这个品牌的防晒，它有2款，一款是纯物理的，一款是我手上拿的这款美白的防晒。物理的那款呢，医院没有摆出来，所以我并没有用过，而美白的这款呢，我用起来觉得肤感很好，很类似于我之前提到过奥尔滨的那款新防晒。作为一款美白的防晒，它有用到资生堂当家的2个美白成分，就是传明酸和4MSK。
配，给我感觉这个牌子呢，就是把资生堂的各种专利成分的浓度发挥到极致。整个这个品牌它的售价呢，基本上也是比肩百货公司一线的这个水平。我对这个品牌的专业线水乳也感兴趣，当然它也用的是4-MSK 加传明酸，有机会的话想买来尝试一下。日本药妆店的敏感肌王牌 Mino 今年呢也推出了它的纯物理防晒霜，就是这款。看到小红书上有很多人很种草这款防晒，并且很多偏日系的博主呢都有分享过，就是说它好用不油腻。但是我对 Mino 的印象就是它对敏感肌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很清爽的品牌，尤其对油皮而言。尽管它后来有出了针对痘痘肌的绿色系列，但我觉得也是不够清爽的，所以带着好奇的心情，我就买了这个防晒来感受一下。如果让我说以质地挑剔的日本，哪个集团的护肤品是比较均衡，让大众满意的，那我想一定是嘉利宝。这款黑色的防晒呢，其实就是源于微博上一个非常喜欢日韩系的达人，他有对这款防晒产品的质地大为赞赏。毕竟在肤感这一块，嘉利宝绝对是可以称为贵妇品牌的典范。我会再出一个防晒的新视频的合集，来表达对这些产品使用后的感受。拉卡斯塔的21号洗发水也是这次购入的，好像有在一些有机的药妆店见过这个品牌，但是碍于日本的洗发水品牌实在太多了，并且在日本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海淘欧美系的洗发水。回到国内之后，欧美系的洗发水非常容易买到，又开始想念日系的洗发水。其实这个品牌呢，也是被一个直播博主的预告种草的，好像当时品牌方并没有兴趣做直播，只有100瓶的库存拿出来，但是碍于我忘记了这场直播，所以我并没有买到。当然也很感谢错过，因为后来我自己在网站上下订单，就发现到一个我很在意的问题，就是版本。旗舰店发卖的其实是旧版，现在你去国内的旗舰店看，它也会说新版旧版随机发售。个人还是蛮讨厌这种行为的，不就是清旧货吗？这款21号的洗发水呢，主要是针对头发容易打结，然后有发丝的损伤，并且想要呈现清爽质感的这个头发需求。那我也是很喜欢头发比较清爽一点的，所以我觉得21号用起来应该也没有问题，只是相对我的细软油性头发而言，我觉得48号更加适合。今天晚上呢，我应该就会打开它来使用，之后呢，我会把它的感受以及这个品牌的6大系列该怎样去挑选适合什么样的头发需求，完整的这一个文章呢发到小红书上，如果你感兴趣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自从我把头发剪短并且保持短发造型之后呢，一直都是用的这个欧香多利科的这款发蜡，它是元素第一美发沙楼欧香 Tokyo 根据顾客的需求于16年所推出来的一个美发沙龙品牌。无论是它这个圆柱形的外观，还是它这个容器的深度，都是做过考量的，就是方便你在取用的时候最终全部都能够把它取出来。这个味道呢也是人气香水的调香，所以非常受到年轻人的喜欢。红色的这款呢是一个发泥，基本上都是用它来造型品，因为我是细软的头发嘛，所以我希望头发不要有太强的光泽感，不要呈现那种湿漉漉的感觉。如果喜欢日系风格的应该知道这几年比较流行湿发，而前2年呢我其实有买这个蓝色的系列，是这种比较水润的乳液质地，所以它对头发的这种支撑力，因为我比较容易塌，它的支撑力不够好，而且它的光泽感过强，不太喜欢那种风格，所以之后我就一直都是买的红色的发泥。尽管碍于我油头的关系，就是做了造型品也会坍塌，但是用了发泥之后，明显能够支撑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晚上回家，它的那个头发即便是有一些微塌，但它整体还是立在那边的感觉。以上的这些化妆品呢，也会陆续出现在我以后的视频里面。如果你对我的内容感兴趣呢，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感谢你的收看。